嗨，大家好，我是 Liz，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主题是3年后的你想对你说的话。对，那我们底下的话有3个选项，第一个是蓝色的垫子，然后第二个是紫色卷边的垫子，第3个是绿色跟橘红色的垫子。这个垫子是我平常像这样放水晶的垫子，对，然后看你们喜欢哪一个，由左到右是1、2、3哦。好，那还没有选完的朋友可以先按暂停。那选好的朋友，我们就要从第一个蓝色垫子开始咯。好，嗨，第一组的选到蓝色垫子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来看一下3年后的你想要对你说的话是什么。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想对你说哪一个领域的话，因为他这边有一些主题，我们来抽抽看。这一组有2个，幸福跟成功，他想要告诉你关于幸福跟成功的主题。好，那我们先用塔罗牌来看一下你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子的。先抽个3张，宝剑10正位，然后宝剑4者逆位，再一张，好多张，好，都来。宝剑8正位，宝剑4逆位，权杖国王逆位跟权杖3正位。那现在的话，就是第一组的朋友们是在一个压力很大，已经结束脱胎换骨的状态了。就是你的，比如说你遇到一些困难啊，跟一些工作上的阻碍，或者是关系上的，已经一个结束了。但是你现在还看向这个方向是宝剑8的方向，就代表说你还被困在过去的这个回忆跟过去的这些伤痛，你还没有办法自己走出来。然后这个是你自己困住你自己的，但其实实际上你的生活已经改变了，因为最糟糕的状况已经结束了。然后你蛮想休息，给自己放一个长假的，但是宝剑4逆位的话，你有可能工作比较忙碌，或者是有家庭啊，或者是关系上需要你去进行一个推动，所以你是没有办法停下来休息的，你就会觉得心情不太好，然后最近比较容易暴躁，然后有点像是会有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那个言语会有点伤害跟刺激到周遭的人，这样子，或者是你很容易对自己讲出一些负面能量的话，就是否定自己啊，然后讨厌自己的这种话，对。然后这边有权杖3正位，虽然你知道你心里有一些伤痛没有办法走出来，然后现在的状况就是逼着你必须马上动身起来去行动，但你知道你不能一直停在这个阶段，所以你会让自己站起来，然后去看这个生命的流动，自己现在要往哪一个方向走，要踏入哪一个新的分水岭。所以你现在在一个最糟糕的状态已经过去了，然后要去看接下来要去怎么做一个应对，在这种比较煎熬的时刻。那我们来看一下3年后的你，他想要跟你说什么，就是可以突破这个困境，突破你现在这个压力很大的状况。宝剑不是宝剑，钱币国王正位，然后圣杯2正位，金币3逆位，权杖7正位，还有等一下好，圣杯骑士逆位。现在的话，他跟你说，现在不是沉浸在这个悲伤啊跟难过的情绪里面的，你要振作起来，就是让自己的心绪稳定，
就像这个金币国王一样，掌握自己手中现在有的资源去做一个分配，然后不要都不看自己周遭的状况，然后就把自己困在原地。然后这边的话，还有就是你要跟你身边的人事物，甚至是你自己，一直保持一个沟通跟交流。我觉得这边的2个比较像是跟你的亲密的伴侣，或者是跟你自己的灵魂做一个交流，做一个沟通，然后让你去平静下来。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只有自己可以最了解自己的伤痛啊跟痛苦，跟别人讲，他们不见得可以100%理解你的状况，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跟自己聊聊天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这边金币3逆位呢，就是要跟你说，你的有些事情，比如说情绪上的难过啊，然后一些自己的私事是没有办法找朋友来帮忙的，因为他们可以听你讲，但最后实际上真正要跨出去，还是得由你自己去跨出去。这边有吗？这边就是权杖7，你要自己去面对这些心绪上的干扰啊，然后负面的情绪，还有工作，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子走过来的。朋友可以倾听，但他没有办法真的陪你去行动，铲除你的负面的情绪。最后你还是要自己勇敢，然后坚强的站起来，不要再沉溺在这个情绪里面。那这一组的朋友们，如果有情感上的困扰，我觉得你的话要自己去争取新的情感对象，不要想着说自己的白马王子就会骑着马来找到你自己。的确，如果你够优秀的话，你可以吸引到很多的异性，但你喜欢的那种对象是在比较一个高的阶段，就是他可能也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频率，所以你要将自己提升到那个阶段之后，你们2个才有办法互相的吸引。那这边这是他给你的建议，你要先可以跟自己相处，跟自己交流，了解自己到底真正想的是什么。因为你现在其实是有点迷惘的，你不知道自己真正到底是什么模样的，所以你要花时间跟自己相处，跟自己沟通。也可以从朋友比较熟的朋友之中去了解自己投射在他们眼中是怎么样子的，但你要去分辨说朋友认识的你是不是真的你懂吗？因为有的时候朋友在看没有办法看到我们整个的面相，所以我觉得这边建议你可以直接自己跟自己沟通，自己去了解自己，这样是最快的。对，那了解自己的方式就是可以多跟自己相处，跟自己讲话。然后这边也有跟你说，不要去守着旧有的那些经验啊，跟回忆。对，这边的话，我觉得回忆还好，你可能会守着你之前就有的工作，或者是你旧有的行为模式，导致你没有办法，你现在没有办法突破，因为你就是被这个模式给困住了，所以你要去努力的去突破这个状况。对，那突破的方法就是多跟自己交流。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后面3年后的你会是怎么样子的状况。哦，审判牌正位，哦，愚者牌逆位，圣杯10正位，金币2正位，再抽一下，宝剑7正位，看一下宝剑7是谁，太多了。好，死神牌逆位。那我觉得这一组的话，你们在3年后会来到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可能是你会组成家庭，或者是你的事业会有一个
如果你自己创业的话，你那时候可能已经创业了，然后在做关于电商啊、国际贸易之类跟人交流跟沟通的这种行业，那你的话不会再是之前那个被骗的，就是你可能以前比较单纯，很容易被骗。那你现在的话，如果你有好好跟自己沟通，你就比较不会被骗，你会学会就是这个世俗上他们是怎么样耍这个小聪明，然后怎么样用一些技法保护你自己，对。但是你要小心，不要就是过头了。耍技法如果耍过头，有的时候会陷害到自己。进行适当的保护就好了。那这边死神牌逆位的话，我觉得这个伤痛对你来说可能蛮痛的，所以到3年之后，它还是会有一点隐隐约约的埋在心中。但是你接下来会有一个很幸福美满的家庭。就如果还没有结婚的朋友，在这3年内会遇到就是自己喜欢的对象，然后跟他结婚，这样子会有家庭。这边有2个小孩，搞不好有2个小孩，没有错。就看你想要怎么样啊，因为他这边其实有2种剧本，一种剧本就是你的生活啊，跟你的工作都是有一定成就在的。那另外一种剧本就是，如果你一直陷在这个彷徨无助啊，然后被困住的状况，你就会不敢跨出去，或者是你累积到一个极限的时候，你要跨出去，你分不出来那是好还是坏，因为你前面现在你已经迷失方向了。那如果你中间都没有成长的话，你后面可能会很容易被骗，然后会遇上这种耍嘴皮子，就是用一些伎俩来骗你的人。对，那我觉得这边的话，最重要的是你现阶段要学会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然后去分辨这个人的目的，接近你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话，他是想从你身上得到什么东西。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很复杂的，如果你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不代表别人对你的交流也会是很单纯的。所以在这之间，你一定要保护好你自己，常常跟你自己沟通，这个人这样子的生活模式是不是你想要的？多沟通就不会被骗了。对，那第一组的朋友，如果还想看更多，就是自己未来3年之后的生活，或者是他想再跟你说什么讯息，可以来找我做个人占卜。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谢谢。嗨，第2组的朋友们是选到这个紫色卷边的垫子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你的3年后的你想跟你说什么样的话，给现在的你什么样的建议。那我们来抽一下领域，然后他要给你婚姻跟爱，跟婚姻还有爱相关的讯息。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你现在的状态。宝剑4正位，权杖1正位，宝剑10正位，怎么大家都宝剑10？大家就最近都很辛苦。好，力量牌逆位，圣杯国王逆位，跟金币3还有钱币皇后正位。好，这边的话，
这一组的朋友们可能最近正在经历一个休息的阶段，想要重新开始一个项目，因为这边有权杖一嘛，你可能要去很热情的进行这一个新的项目。那这个项目我觉得有可能是跟爱有关的，就是如果是事业的话，你可能会以爱为基础去找一个工作，或者是拍影片、写脚本、写文章，都是有可能的。对。然后你现在在一个休息的阶段，因为你受了蛮多的伤，但那个状况已经过去了，你已经要重见这个希望的曙光了。但是你可能身体上这边感觉就是有朋友们是身体上有不舒服，或者是情绪上不太舒服，所以就先休息了一段时间这样。但是你只是暂时的休息，你心中还是有这野心，想要在做一番大的事业这样子。那这边这个也有可能是新的恋情或对象，但我觉得比较多的是事业上的发展。这边的话，你目前对你的生活是比较没有热情的吧，可以这样子讲，然后会有点害怕。就如果要尝试新的东西啊，或什么，就是你心里虽然想尝试新的东西，但是你的内心还是有这个害怕跟恐惧，所以你这个力量是没有办法施展出来。有可能你有创业，但是要创业失败，或者是你之前在一段婚姻关系中失败了，你有可能离婚，所以你现在要再展开一段新的婚姻生活，但你目前的那个目标比较 focus 在工作。就如果最近的话，工作运应该蛮不错的，就是会有一些合作伙伴找上门，然后其实你也不缺贵人跟金钱的协助。这边圣杯国王的话，你有可能有一个比较情绪化的上司，或者是你现在本身的状态会有点这样，就是你的那个情绪有点控制不住。比如说现在在开会不应该难过或生气，但你可能想到之前的这些创伤，你的眼泪就会不小心掉下来，就类似这一种，会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那如果这个是代表，比如说你的婚姻的关系，它代表你的老公好了或老婆，那可能就是比较多情的渣男或渣女这样子，就欺骗你的感情，所以这个是让你没有勇气的原因，或者是你之前在交往的对象，你遇到那种比较多情，你有可能被劈腿哦，就是被劈腿，然后就很伤心，所以你就没有那个力量跟勇气去面对这个好的对象。就如果要这样子解牌的话，也是可以的。就算你的合作关系中有爱慕你，或者是你觉得还不错的对象，你也不敢跨出那个勇气去追求，对。那这边我们看一下3年后的你想跟你说什么，可以让你拿出这个勇气。宝剑骑士逆位，权杖2正位，权杖8正位，圣杯7逆位。好。那这一组的朋友们，我觉得你们在进行行动啊，或者是在思考的时候，要先停下来想一下，看一下，就是你现在的状态啊，然后还有事情呈现的这个样貌，它是不是真实的？是你现在看到就是真的吗？还是说它底下背后还有藏有什么样的原因？这样子。那如果面对一些比较负面情绪思考的时候，你要很快的去认知到说，这些可能有一半以上都是你的想象，就是比如说你的这段关系已经结束了嘛，但是你一个人的时候，你还是会想到他背叛你啊，然后曾经对你不忠的这种影像，但那都已经是过去了。不要再拿着那个影像来绑住你自己，然后告诉自己说外面的人都不好啊，就是我不要再相信感情了，类似这种。你是因为遇到这个人，这个人他来教你说怎么样的人是你没办法托付真心的，然后这样子的人不适合你。
宇宙要给你遇到这个人，只是让你了解这个课题，所以你千万哦，如果下一次你还要再去面对交往的时候，你要先停下来看一下，拜托不要直接冲过去，会受伤。你可能会忍不住想要很快的冲过去，但是这边建议你要停下来看一下你喜欢的这个人，他跟之前伤害过你的人，他们有没有一些重叠的特征？因为我们人很容易再一次喜欢跟自己之前喜欢的对象一样的特质，所以这边他提醒你说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对，简单来讲就是要你不要活在幻想之中啊，然后赶快行动起来，内心有什么想做的事情，赶快去做。不是叫你赶快去谈感情，是你内心有一些野心啊，跟要发展的一些工作的想法，赶快去做。就是有一些理想，赶快去做。对，别再看，去做就对了。但如果是要交往的对象，拜托看一下好不好？拜托，很怕你们直接冲过去，然后就受伤了，你知道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就是你3年之后，你的那个状况会是怎么样？好，圣杯侍者逆位，金币7逆位，圣杯2逆位。好，金币10正位，哇，你们真的认真搞钱耶，看到了吗？金币10正位，这边有点反光，我把它往上推。不好意思，就这样。这边的话，我觉得3年后的你，你不再透过跟别人交流跟情感来建立你的自信心，因为你会知道，自信只有自己可以给予自己。从别人那边得到的爱，它是有限的，而且有的时候别人也不一定会知道，不一定了解怎么样去真正的爱你跟疼你。你会开始慢慢的知道说怎么去爱自己，然后关心自己跟照顾自己。你不会再让你的情感像之前一样泛滥，就想到的时候就哭。也不是这样，就是如果想哭还是可以哭，但是你不会再因为一些自己之前的回忆啊，或者是一些自己的幻想，就是觉得自己是受到伤害，就是你那时候明明就没有受到伤害。我是说，事情过去之后，你没有受到伤害，但是你就会一直在那个受伤害的回忆，你后面就不会，你后面会脱离那一种模式，然后你会知道说，跟自己只有自己可以陪伴自己一辈子，你会更疼爱你自己。然后在工作上啊，还有在过去的情感中，你不会再一直看着过去的失败的经验或痛苦的经验，你会往前走。那往前走的话，这边有金币10，就是我觉得你有可能会继承家里的产业，或者是你现在这个刚萌芽的新的工作或者是创意点子，在你很快的显化之后，它就会这些丰盛跟富足就会来到你的生命之中。而且我觉得你们这边蛮有机会，如果是婚姻跟爱的话，你们有机会之后会有一个自己的家庭。你看这边有2只狗狗，然后爷爷奶奶，然后爸妈小孩。对，我觉得你之后蛮有可能会有自己的家庭的，所以不要气馁，先专注在自己的目标上，然后迅速的行动，不要被自己的这些幻想给吓到。就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没有创业嘛，就会想说如果已经失败了怎么办之类的，但是明明就还没有发生，你就先被自己的这个想法给吓住。你与其想就是会失败或怎么样，你不如想说那你成功了会怎么样。你成功的话会有很多的钱啊，然后你爱的人都在你的身边，你也更爱你自己，也不用再依赖他人给你的爱跟保护了。与其想失败，不如想成功的样子，这会对你的生活很有帮助哦。那第2组的朋友们，如果有新的点子，不知道怎么样去执行，或者是
要怎么去让自己不要乱想，可以找我做更详细的个人占卜，我会为你量身定制一个就是你的方法这样子。对，那谢谢第二组们的收听，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拜拜。嗨，第三组的朋友们，你们好，是这个绿色跟橘红色的垫子。那我们今天来抽一下主题，就是3年后的你想要对你说的是什么呢？事业跟幸福。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你的状态。现在你的状态，钱币骑士正位，权杖2逆位，节制牌逆位，金币2正位，再一张。好，宝剑5正位跟圣杯9逆位。那我觉得现在第三组的朋友们是在一个比较丰盛的状态，情感上比较丰盛的状态，就你会觉得你一个人生活啊，衣食无缺，也不用担心说，没有钱，或者是如果你单身的话，你会蛮享受你的单身的生活的，因为你本身就不匮乏，你有一个自己的圈子，可能你有一群自己的朋友啊，然后平常生活有很多自己的兴趣，就是你是一个喜欢学习很多新事物的人。然后这边金币骑士的话，就代表说你平常是一个个性比较稳重，然后你会看向眼前的目标就去执行，但你有时候会看得不够远，所以有的时候你在进行规划的时候看不够远，就会该怎么讲，可能做到一半会发现这好像不是你要的。虽然说可以累积经验，但是看得不够远，有一些地方就会有缺漏，没有办法做到很完美的补足这样子。那我觉得你现阶段的话也在学习蛮多新的技能，或者是你正在创业啊，新的工作可能是跟国际贸易或者是跑船，就要跟人沟通还有交流的行业有关。那这个宝剑5的话，我觉得你可能会觉得跟同事啊，或者是朋友一些人陌生的人交流，让你觉得很累，每天都要讲一些很表面的话，然后去维持那个友谊的关系，但私底下根本就没有那么好。对，然后这边节制牌逆位的话，你现阶段比较少跟你的自我或者是你的信仰做交流，所以你有的时候会没有办法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跟想法，你的交流是受到阻碍的。那如果这边说到前进的话，就是你现在如果你的人生想要跨往下一个阶段，你会因为没有办法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所以你没有办法做出决断，然后你就只能一直在原地这样子打滚。但是你想要往外出去看，你又不知道你要往外做什么，你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对，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给你的建议是什么？3年后的你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圣杯侍者逆位，圣杯皇后正位，然后教皇牌逆位跟金币1逆位。我觉得话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会陷入一个你好像这辈子只能做这个工作，因为你只会这个东西，所以你会有点被限制住了。但是你可能做一做，你会觉得没有很喜欢，
但你又死死抓着它不放，这种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痛苦。他这边跟你说，如果不属于你的东西，或者是你不喜欢的东西，你就勇敢的放掉。你要去挑战这个你自己的传统的体制的框架。你可能有一个框架，就会觉得说，比如说，行销系出来就一定要做行销啊。如果后来去做设计师什么的，你就觉得不太可能啊。我之前都学了这么久，干了这个行业这么久，然后你现在要我跳出体制，就算我做到一半不喜欢，你要我跳出体制，这一时半刻怎么可能？你就会有点担心。但是这边3年后的你要跟你讲说，你的学习能力其实很好，而且你稳扎稳打，所以你重新学习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很扎实跟稳定的上手的。有的时候你会有点担心太多了，你会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你如果有想要改变的话，你可以勇敢的跨出去试试看。那这边的话，我觉得你要对自己不要这么的苛刻，对自己温柔一点，要接受自己是有可能犯错，或者是自己有的时候也是需要别人给予你情感上的支持的。对自己温柔一点，对自己包容一点。那你如果要有你要迈向的幸福跟事业，就是要一起。我觉得你是很享受工作中完成带给你的成就感。那如果你想要这2个东西是合在一起的话，你要先放掉你不喜欢的，一直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是不可能幸福的。你要记住这件事情，你要去寻找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不要去管别人怎么想，不要去管这个社会怎么说。你喜欢做的工作，你想做的东西是什么？你要先去问你自己，只要不要是妨碍到人，就是做一些非法的事情，基本上就是都是可以的。对，你要对自己更有自信一点。那这边来看一下你3年后的样子，就是会是怎么样呢？圣杯骑士正位，女祭司逆位，太阳牌正位，宝剑国王正位，好，钱币9正位，圣杯国王正位跟圣杯7逆位。这边的话，你3年之后你会找到自己真正所爱的。我觉得你真正所爱的有可能是艺术上的创作，你可能很怕出去做那种艺术类的工作，自己会饿死之类的。这边告诉你不会，勇敢的去，好不好？你有很大的愿景是要去实现的，不要再困在自己的这个小小的领域里面。你可以去试着把它跟你的世界、跟你的经历去做结合。那我觉得你这样一路上的话，你其实身边或者是你会遇到一个可以理性帮你分析，然后看很远的一个人，就你可以去找他商量。你其实贵人蛮多的，你知道吗？而且你3年之后你会变得很富足，你不担心钱，你的这个情感富足也有了，然后你这个钱也有了。原因是因为你的这个情感丰沛的部分跟你的工作做一个结合，然后让你赚到更多的钱。你现在又金币2嘛，你看之后有金币9这么多，但是前提是你要先放掉不适合你的工作，然后去认真的审视自己到底喜欢做什么，把这个喜欢的东西跟工作做一个结合。你在做的过程中，你就会觉得很开心，很有成就感。有时候虽然很累，然后要突破的事情很多，但真的完成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自己超厉害，这样子。对，然后圣杯国王正位，我觉得你会遇到一个很赏识你艺术才华的人，他可以跟你的情感不是情感，作品的情感做一个连结。就如果你是做艺术的或做品牌也可以啊，他可能从你的品牌里面感受到了你品牌的温度，然后他就会愿意拉你一把，或者是你之后会有的对象，也有可能是这种圣杯国王等级的，或者是宝剑国王，就是这个就是理智嘛，然后逻辑思考，
很冷静的一个人，他可以跟你互补，帮你看更远。那这个圣杯国王的话，他就是很多经验很丰富，他可以共情你的情感，然后跟你进行一个交流，就是你3年后其实蛮不错的。那这边圣杯7逆位的话，你不会再觉得你的梦想是遥不可及的，是幻想。你去行动，真正的做了之后，你会发现，哦，这一切都是可行的，只是之前我没有自信，我会被我自己吓到，这样子，去试试看就对了。要拨开自己内心的担心跟焦虑，唯一的方法就是行动，去做就知道了。多做几次，给自己一点时间，3到6个月的时间，就会发现，其实是可以做起来，而且也有人愿意看我的作品。对，那如果第3组的朋友们想要知道更多讯息，可以来找我做个人占卜。那谢谢你们的收听，今天就到这里咯，拜拜。